风俗业，一个让普通人听了脸红耳热的行业，在日本的发展却无比繁荣，其 GDP 占比达到了 0.4%， 从业人数早已超过30万。今天带大家了解一部题材独特的日剧《水果宅急便》。男主角孝田因失业无奈从东京回到老家，以前常一起吃面的三金知道后，邀请他到自己的店里当实习店长。但孝田到了才明白，这是一家提供出差服务的风俗店。所谓的出差服务是 Delivery Health 的简称，风俗行业宗旨不提供场所，员工直接前往顾客的酒店或家中服务。唯一的不足是，这种服务通常不包括性交，这家店也严格禁止此行为，一旦发现立刻解雇。通过三金的介绍，孝田结识了负责接送女孩的正监，负责上传照片和管理杂物的瑞子，以及一些以水果命名的女孩。恰逢客人打电话来点服务，三金立刻让孝田把架子上的漱口水还有跳跳糖等物品放入篮子准备，随后开车带着蜜柑前往指定酒店。同时三金去见一个想进入行业的单亲妈妈，与其他人不同，她的左脸有严重的烧伤。另一边，孝田回来后不情愿地为工具消毒，自己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啊？不行，明天一定要辞职。但第二天还没等他开口，三金就让他带新来的柚子去工作，有事回来再说。到了目的地，客人被柚子脸上的烧伤吓到，立刻打电话要求换人。回到店后，三金告诉他，柚子以前常被丈夫家暴，她的烧伤是被丈夫用熨斗烫的。虽然后来她丈夫被警察逮捕，两人离婚，可事后柚子才发现，这个畜生曾用她的名义借过高利贷。柚子的遭遇和三金他们的冷漠态度，让孝田决定留下帮助柚子。于是以后有不指名的客人，孝田都会优先让柚子去。工作时也非常关心柚子的孩子，但因为脸部的烧伤，柚子常常需要付出更多。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接受一些变态客户的无理要求。他心知肚明，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客户。但事实终将大白，三金很快从店里的留言板上发现了真相。尽管孝田恳求，三金依然无动于衷。心情沉重的孝田去了柚子的家，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大约100万日元全部借给柚子，并告诉他随时可以还，希望柚子能带着孩子重新开始生活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看着善良的孝田，柚子只提了一个请求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2000万的贷款单，希望孝田能签名作为他的担保人。这时孝田才真正清醒过来，即使自己拿出所有家当，对柚子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。他立刻起身拿回了自己的钱。回到店里，看着失落的孝田，三金说，我们无法拯救任何人，所以以后不要再做傻事。就在这时，白城比孝田的手机收到了柚子发来的短信。看到短信后，孝田决定留下来，虽然帮不了大忙，但可以用自己的善良给别人一点温暖。在风俗店工作了1周后，孝田的业务渐渐熟练起来。这天，一个看起来健康的女孩来应聘，并希望能立即开始工作，因为她想尽快赚够做整容的钱。对此，三金显得有些无奈，给她起名叫西瓜后，便让瑞子带她去了解工作流程。听此，孝田当即反应，你这么说对西瓜也太不尊重了。但三金说，来到店里就是商品，自然要从客户的角度来评价。你会在众多水果中选择西瓜吗？正当此时，长相文静的桃子走了进来。与西瓜不同，她虽然漂亮，但服务时总是面带忧郁，有时连客户都会抱怨，桃子，你要是再活泼些就完美了。第二天，瑞子告诉她，桃子的经历非常悲惨，小时候被父母遗弃，直到初中才被养父母领养，好不容易过上几年好日子，养父不幸病逝。后来她开始工作，不幸的是她进入了一家诈骗公司，老板利用她的身份证办理了信用卡和贷款，桃子签字后，对方便趁夜逃跑了。为了不让养母担心，他没有透露真相，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了这份工作。某天接待完客人后，桃子在回家的路上难得露出了笑容。她向孝田这位当地人询问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餐厅。这些年来，她一直觉得对不起养母，想趁着休息日带养母去吃点好的。第二天，她推荐的拉面馆，看着乐融融的母女俩，孝田会心一笑，假装不认识，坐到一旁，心想自己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但意外总是突如其来。正当母女俩聊得开心时，一个曾经的客户偶然来到了餐厅。他说，你看我之前说的果然没错吧？还对桃子说，你笑起来真的更好看。最后还故意大声说，下次我还要点桃子。这时候养母也明白了女儿的工作性质，但养母没有揭穿，只是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虽是养母，但她非常了解女儿的为人，但作为母亲，她真的不伤心吗？第二天，孝田把这事告诉了大家，大家都认为那个客人太过分了。三金立刻表示要把那人在店里拉黑。就在这时，桃子像往常一样平静地走进店里，她满脸笑容地向孝田道谢，说你推荐的那家店真的很好吃，昨天我和妈妈都很开心。这个女孩真的很坚强，面对生活的不公，她没有抱怨，也没有哭闹，而是努力地生活着。这时西瓜哭着跑了回来，在休息是大声哭诉她今天的遭遇。她因为外貌受到客人的种种羞辱，桃子直接上前打断她说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哭泣？在座的每个女孩都遇到过类似的事，甚至有的事情比这还要过分得多，但大家不都在忍耐，
继续做着这份工作吗？孝田见状，连忙上前，希望西瓜能冷静下来。但其他女孩都劝他别多管闲事，毕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大家肯定无法完全理解彼此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孝田在街上偶遇了西瓜，这时他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，在一家戴面具的风俗店工作。女孩们都戴着面具接待客人，依靠她丰满的身材，西瓜很快成为了店里的明星。本集的最后，孝田的初中同学惠美现在也在酒店为客人服务。2个日本小导演为了节省成本，强迫这些不提供本土服务的女郎参与拍摄。至于这些女孩会不会报警，2人也并不担心，因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通常都会对外保密，他们正是利用这个弱点多次得手。女孩们虽然不甘心，但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他们下一个目标正是孝田店里的蜜柑小姐。蜜柑察觉到不对劲就想逃跑，结果被一个男人从后面抱住，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那男人看着蜜柑手机上和儿子的合照，坏笑着把镜头对准了手机。蜜柑想上前夺回手机，却被另一个男人狠狠地打回床上。看着蜜柑坚强不屈的表情，拿相机的男人突然来了兴趣，决定今天自己来当男主角。与此同时，楼下的正间刚吃完饭团准备离开，却被楼下的车子吸引了注意。1天前在餐厅吃饭时，他偶然听到了那2个人的计划，离开时还特意记下了他们的车牌。意识到不对劲后，他立刻通知了孝田，然后独自一人闯入了房间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看着床上无助的蜜香，正间顿时勃然大怒。等到孝田赶到，对方已被打得满身是血，躺在地上。不久之后，三金拿着锤子也赶到了现场。接下来的场面极其暴力，大家都这样想，我们就不看了吧。回到店里之后，蜜柑真诚地向正间道歉，因为刚才的事情总是麻烦你帮忙买这个那个，真的很抱歉。虽然这事和孝田没什么关系，但他还是感到非常愧疚。而蜜柑却说，受点苦没什么，只是感觉自己很没面子。明明是政府保护的服务业，为什么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呢？之前租房子的时候也是，儿子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间中意的房子，结果因为他是风俗女郎的身份，房东就直接拒绝了。幸好儿子很懂事，虽然很失落，但他还是安慰了他。之后他装作不知情，默默地把新家的布局揉成一团。第2天，送草莓小姐去工作，恰好被孝田的初中同学看到。哲郎这个人很粗心，还以为孝田率先找到了女朋友，而懂行的美惠马上就看出了端倪。只这一次，这位72岁的老先生就被草莓迷住了。事后感慨地说，妻子在世时他一直想要一个人生活，结果现在真的一个人了，发现没有他真的很孤独。出于职业习惯，草莓客套地说自己也单身，每天都很寂寞。但老先生却当真了，一边安慰他，一边向他敬了个礼。离开时还特意准备了礼物。回家后，老先生看着妻子的照片，犹豫了一下，直接将照片转过去，然后又打了一次水果宅急便的电话，说明天还要预约草莓小姐。挂电话后，孝田好奇地问，这位老爷子都72岁了还这么能干嘛？第2天，老先生特意换上了年轻时的衣服，听着草莓的夸奖，心里非常高兴，急忙递上事先准备好的小礼物。这样一来，老先生越陷越深，为了保持体力，闲暇时总是锻炼身体。这一天，甚至预约了一个持续6小时的外出约会套餐。在车上，草莓问，这样继续下去真的好吗？对方似乎真的将自己当作恋人了。经过这些天的挥霍，老爷子的经济状况也开始出现问题，但他依然像着魔一样迷恋草莓，还说自己余生都要为草莓而活。三金知道后，立刻表示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了。所以当大叔再次打电话来时，孝田告诉他草莓已经辞职了，现在他们这边也联系不上他。但大叔并没有因此放弃，反而变成私家侦探开始跟踪。这一天，草莓刚接待完客户，准备和男友去吃饭，老爷子突然在街角出现，不由分说就要拉着草莓走，在纠缠中不小心摔倒，而草莓却是丝毫没有留恋，直接和男友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大叔越想越生气，气愤之下又把妻子的照片赚了回来。第2天，孝田和初中好友吃饭，哲郎追问他是不是恋爱了，惠美突然塞了一个龙虾给哲郎，哲郎就别再问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。那天惠美去上班，店长告诉他今天的客人很重要，老板说一定要好好服务，让客人满意。惠美随后询问附近是否还有其他派遣风俗店，店长说大概还有3、4家，但告诉惠美不要有任何跳槽的念头，如果胆敢跳槽，老板绝不会轻饶。本集的最后，孝田在送姑娘的时候，恰好看到惠美和别人亲热，随后上车离开。儿时的女神如今却从事风俗行业，这让孝田难以置信。第2天，他来到店里，立刻开始浏览应召女郎的网站，既希望能找到惠美，又害怕看到。不知何时，店里的人都围了过来，以为孝田因为恋爱而难受。三金提议他在休息室挑一个，如果不行，挑2个也可以。听后，孝田连忙拒绝，说自己对这方面有阴影。他以前也曾找过应召女郎，但并没有留下好印象，长相不好，形容就算了，一个60分钟的服务，对方竟然整整用了将近59分钟打农药游戏，直到最后3秒才反应过来。但这短短3秒给孝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，他彻底败了，可以说是败得彻底。想起那段不堪的经历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。
就在这时，休息室里的酸菊探出头来说，因为女儿今年要考高中，需要更多钱，所以希望能多上几天班。那天酸菊服务完老客户后，希望客户能多给点意见。客户提了个建议，如果你想快些赚钱，那就不要通过店里，直接和客人私下见面吧。另一边，孝田约了惠美去游乐场，虽然那是个小孩玩的地方，但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在挤牛奶的游戏时，惠美似乎不经意地谈起了自己的工作，虽然孝田早已知道，但听惠美亲口说出，还是让他感到非常难过。他一言不发，只是拼命地挤牛奶。哎，你能不能考虑一下牛的感受？随后孝田不解地问，明明你初中时很受欢迎，学习好，体育好，一直很开朗，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行业呢？而且自己现在也是个店长，对这个行业还算了解。许多女孩为了快速赚钱，选择在风俗店工作，本打算赚够钱就离开，但大多数人最后都越来越贪心，导致根本无法离开这个行业，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会变得很奇怪，甚至可能无法进行正常的恋爱。所以惠美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早点回头吧。原来在初中时，父母离婚后，惠美跟随母亲。有一天，母亲带了一个男人回家，说她已经怀了一个新的宝宝，所以惠美不适合再待在家里。当然，我们会为你租一个房子，但你需要自己赚生活费。继父此时也站出来，表示会帮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。结果大家都能猜到，后爸介绍的工作竟是风俗行业。就这样，惠美第一次就被安排给了一个大叔。事后她找到妈妈，哭着希望母亲能留下自己，但母亲却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：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所以从今以后不许再来打扰我们。可惠美那时还是个初中生，为了生存，她只能继续这份工作。今天和你一起来这里，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。我以为你也在这行业，应该能理解。说出这些事情，或许我会好受一些。与此同时，三金发现酸菊又在做私活，跟踪后发现两人去了酒店。他回去后直接找到孝田，首先让他把和酸菊有关系的客户拉黑，然后要求酸菊支付100万罚款。看到孝田犹豫的样子，三金立刻脸色一沉：你最近是不是有点飘了？你负责拿钱办事，要有责任感。酸菊得知后，他在餐厅跪下祈求孝田放他一马，哭着说他还有孩子要养，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。见此情况，孝田心软了，急忙说可以借他100万，但一定要保密，不要让三金知道。正说着，三金走了进来。这位大婶不简单，表面上她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清洁工，实际上她是日本的传奇风尘女郎。传说在66年披头士的约翰列侬就是由她陪同。从那以后，她被业内称为神奇梦幻手，无数男人梦想享受她的特别服务。这样一个传奇人物，现在却因年龄被客人轻视。今天一大早，店里的2位主力因病和家事无法上班，一个因为重感冒，一个因为家中有丧事。得知此事，瑞子立刻联系了其他兼职的女孩，结果巧合的一个也没空。如今店里只剩下柠檬一人工作。不巧，第一个点单的客人还是那个特别爱投诉的客人。没办法，孝田只好让柠檬上场，结果连门都没进就被客人要求换人了。这时孝田正感到无计可施，旁边的清洁大妈突然华丽变身，困惑的孝田正要上前阻止，三金进来了，他说让他去吧，毕竟他是传说中的火龙果。客人一见火龙果立刻要求换人，还嘲讽说如果我是女人，到这么大年纪还做这行，早就找条绳子自尽了。但火龙果毕竟经验老道，一听语气就猜出了对方的职业。你应该是个销售员吧？肯定是常被客户投诉，才来找我们的女孩子出气吧？要知道，人生其实很有趣的，你这样伤害别人，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。相反，如果你做了好事，肯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后来在火龙果的高超技术下，客人事后还特意打电话来表示感谢，这让旁边的柠檬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行呢？下午接客时，柠檬遇到了一个和他很相似的客人，两人都是高度近视，性格也很相似。就这样，两个相似的人却擦出了不同的火花。回去时，孝田告诉他，这个客人似乎不太习惯和女孩子相处，以前他每次都是没到时间就走了，而你是他第一个完成整个流程的人，所以柠檬，你就是那种所谓的治愈系女孩。第二天，那个客人又指明柠檬进行了一次店外约会，两人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，在公园里聊得非常投机，都觉得彼此很合适。这种喜欢是藏也藏不住的，连孝田这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。他立刻提议说，既然这么喜欢，不如辞职，然后认真和对方交往吧。但柠檬表示不能这样做，三金在他无处可去时收留了他，如今怎能主动提出辞职？为了帮助柠檬，孝田偷偷找到三金，建议三金以不受客人喜欢为由摘掉柠檬，但是被三金直接拒绝了，因为这个行业女孩越多，业绩才会更好。不甘心的孝田又想装作客人来投诉柠檬，结果这招被老江湖三金立刻看穿。孝田，别闹了，快回来吧，我已经让柠檬走了，柠檬和那个客人一起来找我。那个男人说他懂这行的规矩，要让风俗店的女孩辞职，就得有一个了结。三金一脸困惑，男人突然从背包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然后他对孝田说，我们这里又不是黑社会，以后有事不要转弯抹角。孝田回到店里，得知这主意是火龙果出的，他觉得现在是柠檬最好的辞职时机。
他自己就是错过了最佳辞职时机，因此才一直工作到这么大年纪。这让孝田想到了惠美，他可能也是错过了最佳的辞职时机。孝田每天不停地浏览风俗女郎网页，最终在一家叫 H1 的店里找到了惠美。这时三金提醒他，这种店名不同，但老板和女郎相同的店大多是黑店，如果你的朋友在那家店，我建议你尽快把他挖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不久前通过面试的樱桃小姐走了进来，她曾在多家店里当过头牌。三金也夸奖说，孝田，这次你的眼光真不错，像樱桃这样体态丰满的女孩，接客时一定会受到很多男生的喜欢。樱桃直言不讳地问，如果自己成为头牌，能否得到更多提成？孝田说，到时候会考虑的。接着向樱桃介绍了店里的头牌蜜柑和第2名草莓。看到这2人都不如自己年轻丰满，樱桃打招呼时轻哼一声，笑得有点轻蔑，这让蜜柑立刻不爽，质问你是在看不起我吗？这时樱桃又无辜地躲到孝田后面。作为一个不懂女人心的直男，孝田自然是看不出其中的门道。但樱桃这女孩不仅仅是心机重，那天有客人直接要求要丰满的女孩，于是孝田带上樱桃出发了。见面时才知道对方竟是市议员，樱桃立刻动了小心思。他表示非常崇拜市议员这样的大人物，只要能和您合个影，我可以破例提供特殊服务。不过没多久，市议员就接到了樱桃的威胁电话，让他1周内向指定账户汇款100万，否则他违法的事情就要曝光了。市议员出于身份考虑，只好暂时装作妥协，随后雇了2个黑帮成员，假装客户把樱桃约了出来。孝田紧急开车追了过去，好不容易追上，结果被踢倒在地。幸好关键时刻郑坚及时赶到，孝田本以为自己得救了，没想到对方竟然掏出手枪。樱桃看形势不妙，趁人不注意赶紧逃跑了。知道郑坚是三金的人后，对方立刻放下手枪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孝田才知道，原来三金早就觉得樱桃有问题，得知他经常威胁客人后，就让郑坚一直暗中跟踪他。到了晚上，议员雇的那些人找到三金，说他们不知道今天的女孩是你家的，真是误打误撞了。之后那人提到了名为 H1 的店，说那店的老板好像叫泽田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三金突然陷入了深思。另一方面，逃跑的樱桃进入了另一家店，不知是命运还是巧合，他又一次被议员点名。这一集的结尾，镜头转到了名叫 H1 的店，店里的女孩们都坐在地上，满脸疲惫。这位女士实在太辛苦了，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即将上学的女儿，她白天在工厂辛苦工作，晚上又要做风俗女郎服务客人。怎么这个国家的单亲母亲这么多呢？这天店里又来了一个叫蓝莓的女孩，孝田给她拍照的时候，三金却注意到了她胳膊上的针眼。为什么面试时没说这件事呢？蓝莓说自己现在是缓刑状态，并且已经完全戒掉毒品，所以恳求能在这里工作。回家后，她对母亲撒谎说自己晚上找到了一份小酒馆的工作。面对关心的目光，蓝莓笑着说，以前因为毒品官司欠了不少钱，加上女儿即将上小学，因此必须得多挣些钱，希望能成为像妈妈一样的好妈妈。自己还年轻，这点苦还是能承受的。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高强度的工作使蓝莓非常疲惫，但看到女儿这么体贴，她觉得一切都值得，虽然累但感觉很充实。三金把孝田叫到酒吧，因为最近点名蓝莓的客人越来越多，他担心蓝莓有钱后可能会复吸。孝田马上表示肯定没问题。他在网上查过，依赖药物的人通常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被社会需要，或者是内心感到很空虚，而蓝莓现在为了女儿正在努力工作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所以老板你就放心吧。第二天，蓝莓在接待一个老客户时，客户突然拿出了一小袋毒品，原来他经常点名蓝莓是因为看到他胳膊上的针眼，这对蓝莓是一个巨大的诱惑，但一想到女儿，他的意志就坚定了，立刻冲到浴室平复内心的渴望。回来后，他告诉孝田希望能将这个客人拉黑。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，他没有具体说明情况，但正是因为这件事出了问题，因为睡眠不足，白天工作时不小心撞到了同事，由于工厂没有给员工买保险，因此需要蓝莓支付200万日元，得治疗费和误工费。在他绝望时，孝田打来电话，说那个被拉黑的客人一直在打电话，希望蓝莓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决定。结果不难想象，正处于意志消沉的蓝莓没有抵抗住诱惑，用本来准备给女儿开学典礼买衣服的钱买了毒品。回到店后，经验丰富的三金立刻察觉到了问题，看到蓝莓掀起袖子却还在否认，他直接走上前把她推到沙发上，然后蹲下来脱掉她的鞋子和丝袜，露出脚趾缝中明显的针眼。这时孝田才恍然大悟，感到非常愧疚，便给蓝莓打了那通电话。蓝莓此刻也深感自责，尽管奋力抵抗，最终还是没能忍住。他感叹自己似乎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好母亲。三金建议他还是去自首吧，因为复吸之后想要再次戒断，只有坐牢一途。回到家后，蓝莓流着泪向母亲道歉，他向母亲承诺这次坐牢一定会彻底戒掉毒品，并恳求母亲一定要等他。母亲突然生气地走了过来，责备他说这是什么傻话，强调她是母亲唯一无二的女儿，当然会一直等他。这时他的女儿也走了下来，蓝莓紧紧抓住女儿的手掌说，告诉女儿
他需要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，叮嘱女儿在家要听外婆的话。交代完毕后，蓝莓坐上孝田的车准备去自首。正当他即将离开时，女儿突然从家里跑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三金找到了那个客人，为蓝莓出了一口气。在逼问下，得知毒品是从泽田那里来的。听到这个名字后，三金再次陷入沉思。本集的结尾，惠美找到泽田，告诉他要辞职。对方不以为意地拿出一份文件，提醒他母亲欠下的债还没还清，并问他是否真的要不顾母亲，对他的决定表示怀疑。看过第5集的观众都知道惠美的母亲是怎样的人，不明白惠美为何愿意为这样的母亲冒险，结果她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工作结束后，一位美丽的女性正在吃东西，一个丰满的客人突然从背后出现，他开玩笑地邀请臭成和他交往。尽管看到男人背包里的全家旅行特辑，臭成依然面不改色，完全不在意。他和郑坚一起到餐厅吃饭，结账时，臭成一直盯着郑坚口袋里的钱。等到了住处，他问郑坚要不要去他家吃海鲜，他还说自家的水特别甜。郑坚考虑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拒绝了，因为三金曾经严令禁止他去店里女孩的家，但他内心其实很高兴，因为这还是第一次有女孩主动接近他，这让他这个恋爱小白突然有了初恋的感觉。他高兴地在大街上唱歌跳舞。第2天，臭成又送给他最爱的饭团，而且是他最喜欢的猪肉馅的。这种贴心的举动让郑坚更加喜欢他了。几天后，臭成邀请他一起出去玩。郑坚这个恋爱小白，第一次约会竟带了一大袋饭团。这时，臭成发现他忘了带手机，他让郑坚在原地等他。他回去拿手机的时候，在路边遇到了一个快要生产的孕妇。忙完这些天都快黑了，这下郑坚带的饭团正好派上用场。第2天接客时，臭成碰到了一个熟人，一看清楚是谁，他立刻转身逃跑。他告诉郑坚那个男人是来讨债的，他现在不能再回到店里了，所以他让郑坚带他逃离，越远越好。但其实那个所谓的讨债人是真正的受害者，他们原本下个月就要结婚。男人把用于结婚的300万交给臭成后，他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。后来男人通过调查才知道，臭成其实是个惯犯，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很多。另一边，臭成突然向郑坚借钱，郑坚二话不说就把钱给了他。看那厚厚的一叠，少说也有100万，你看这点钱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家里还有。看着郑坚这么单纯，臭成突然觉得有些不忍心，就把钱放回了车上。以后你不能这样随便借钱给别人。他后来还坦白说自己是个坏人。最后告别的时候，臭成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郑坚，从此两人可能就不会再见面了。本集的结尾，三金和朋友正在讨论泽田的贩毒问题，朋友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，因为泽田现在似乎在和关西的那帮人合作，而且你得知道，泽田那家伙特别讨厌你。另一边，哲郎也发现了惠美的秘密，面对询问，孝田会怎么回答呢？在接客时遇到熟人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这天，惠美像往常一样在工作，当她开门时才发现，客人竟然是她多年的好友哲郎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就被哲郎强行拉进屋里。惠美以为是孝田暴露了她的秘密，那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她立刻脱下了外套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些办公软件。哲郎见状急忙打断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孝田从没对我提起过你的事，是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你的照片，这次找你也是想让你和孝田和解，毕竟我们3个是朋友，难道就因为工作和过去的一些事，你就要放弃这段友谊吗？说完这些，哲郎站起身，在桌上留下了一些钱，然后以一个很奇怪的姿势离开了房间。另一边，孝田在送草莓回家的路上，草莓告诉他今天的客人非常帅气，事后还夸他的技术很好。虽然这是客套话，但他还是觉得很舒服。回想起最初为了赚钱成了风俗女郎，不知不觉中日子就这样过去了。到了今天，他真的一无所有，剩下的只有咬人和飞机的技术。最近一想到这些就会失眠，如果当初能更努力一些，生活会不会有所不同呢？晚上见面时，哲郎把今天见惠美的事告诉了孝田。聊天中，孝田意外得知这家伙竟是店里的老客户小石山。正在这时，惠美走了进来，孝田立刻严肃地说，惠美，你要不要来我们店工作？今早三金告诉他，那家名为 H1 的店非常可怕，真是人生无常，童年的女神现在成了风俗女郎，而自己则成了她的上司，这种奇妙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。不久前，利用店长的身份，孝田将惠美挖了过来。看着那张2000万的贷款单，三金立刻表示，只要找一些熟人帮忙，惠美你只需要还掉本金200万，那孝田你就作为他的担保人吧。听到这个，惠美立刻拒绝了，但孝田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他相信惠美，而且这些钱他可以承担。你就在这里好好工作，只要你不回到那家店，其他都好说。三金站起来说，我这家店不会用钱来束缚你，再说像你这样的人，200万大约2-3个月就能还清。这时瑞子偷偷问三金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毕竟他是从别的店挖来的。就这样，葡萄柚小姐在店里正式开始工作。几天下来，惠美对这里的环境非常满意，客人很好，服务也很满意，这里的员工也很关心她，不像之前的店总是强迫她完成任务。但孝田最近似乎很紧张，毕竟她是他儿时的女神。那天
一个变态的人来了。哲郎假装客人，想要指明惠美服务。这变态的友情啊！幸好孝田马上察觉并拒绝了。这种事情你就别想了。另一边，在休息室里，惠美和店里的李子小姐打了招呼，听到对方自言自语地说被无视了。经询问后得知，李子2个月前爱上了一名顾客，因为对方承诺了结婚，她私下多次与对方见面，但当知道她可能怀孕后，对方开始用各种理由躲避她。现在对方甚至换了电话号码，因为她违反了店里的规定。她现在不敢告诉三金这件事，如果真的怀孕了，她打算生下来。为了帮助李子找到那个男人，惠美叫来孝田一起帮忙。很快他们就发现那个男人在一家大公司工作。那个男人看到李子来了，急忙把她拉到一边说，是因为手机丢了才换的号码，如果你真的怀孕了，我会负责的。之后还说会给你打电话，所以请你别再来我公司了。但李子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。晚上在公寓楼下，他重新戴上了婚戒，回到家后立刻变回了爱妻的好丈夫。第二天见李子时，他带了个律师，要求李子做 DNA 鉴定，如果孩子不是我的，别怪我无情。结果他连一根头发都不留给李子，这明显是威胁他要小心行事。事已至此，李子也没办法多想了。回到店里后，他把事情告诉了三金。听李子这么自嘲，瑞子上前握住他的手说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先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另一边，自称律师的女人找到那男人，看着手上99%相似的报告，男人冷笑说，你们根本没采集过我的 DNA。 后来孝田和正坚假扮黑社会，在男人回家路上吓了他一跳。等他回家时，金见妻子躺在血泊中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李子血迹斑斑的出现，嘴里说着绝不原谅，然后猛地捅了一刀。他被吓出一身冷汗，这才发现刀子是假的。这时在三金的带领下，众人出现，原来检查后李子并未怀孕，这一幕是为了帮李子出气。众人离开后，男人的妻子从屋里走出，立刻把这个无赖赶出家门。从表情看，这家伙明显依赖女性生活。另一边，回到店里，大家围坐一起开心吃火锅，这情景让惠美很感动，她非常感激孝田让她来到这么温馨的地方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惠美和店里的女孩们相处得很好，眼看着那200万的债务快还清了。就在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时，之前的店发现了她的踪迹。接下来泽田会如何对惠美报复呢？八嘎国的风俗历史有多离奇？那天孝田他们在居酒屋喝酒时，哲郎向2人透露，他们常去的那座桥下有个通向风俗岛的港口，那个岛据说也有几百年历史，只要出得起钱，任何癖好都能满足。孝田立刻打断他说，哪里会有那么多有特殊癖好的人？就在这时，之前在东京的部长打来电话，说他刚在6本木开了家事务所，希望孝田能过来帮忙。第二天，正当他犹豫是否该辞职时，店里突然冲进来许多警察，声称接到涉嫌违反风俗营业法的举报，因此在调查结束前要求暂停营业。出来后，惠美对他说，孝田，你不如就趁这机会直接去东京，然后像个普通人一样好好生活。惠美也说她的债务快还清了，打算换种生活方式，做些其他的工作。晚上回家的路上，惠美编辑了一条短信，告诉孝田，如果你决定去东京，那我就跟你一起去。但在他还没发送之前，就被泽田的手下强行拉进了车里。在一个偏僻的仓库里，泽田告诉他有个岛专门收留像他这样的人，说第二天会有人来给他估价。讽刺地说，惠美的下半生可以好好享受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趁人不注意，惠美用下巴接听了孝田的电话，匆忙简短地说明了情况。被泽田发现时，惠美拼命喊出了小岛。得知情况后，孝田正要出门救人，但正坚阻止他说，这是我的任务，店长你留在这里吧，再说你去了也帮不上忙。与此同时，仓库里估价的人到了，看到惠美这么年轻，那男人立刻说要先验验货，关于过程就不详细描述了。从惠美绝望的表情，连惯见变态行为的手下都不忍直视的情形，可想而知惠美遭受了极大的折磨。这时孝田终于明白了小岛的意思，他虽然来迟，看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惠美，立即带着满腔怒火冲了过去，结果却不尽人意，被人狠揍一顿后被扔到惠美旁边。泽田打电话给某人，说要处理一个三金那边的问题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请多关照。仓库里，美惠对孝田说，等会你找机会快跑，我会争取时间给你逃跑。孝田坚持要一起逃，惠美却说自己算了，她宁愿死也不去那个岛。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，但我没能帮到你，不只是你，大家都在努力活着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。这时泽田带人走了进来，命令手下解开孝田的绑绑，我们只需要女人，处理你似乎很麻烦，你现在赶快逃吧。说完，他把孝田扔了出去。孝田艰难地爬起来，没逃跑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手枪。局势立刻逆转，泽田却毫不畏惧，敞开衣服面对枪口，还说那是模型枪。见此，孝田把枪指向地面，本想给个警示，结果发现真的是模型枪，骂三金这老头坑我，眼看又要挨打。关键时刻，正坚出现，迅速把几个坏蛋打倒。这时三金走到孝田旁边，说这模型枪装了跟踪器和录音设备，我没看错你，我知道你能找到泽田，原来早就有预谋。
他将枪交给了瑞子，嘱咐他遇事交给孝田。警察最终以杀人未遂和监禁罪逮捕泽田，那些估价的人也被抓。惠美和孝田经历了很多苦难。故事的结尾，还清债务的惠美决定和母亲回老家。虽然母亲不够格，但毕竟是唯一的亲人，如果不回去照看她，她若再借钱，我受不了。临走时，惠美告诉孝田，你其实帮了大忙，像我们这样的女孩，大多数都瞒着周围的人，我们平时无法向他人倾诉，有你这样一个理解者，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帮助。店里其他女孩也这么想，非常感谢你，孝田。这番话深深触动了孝田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，因此他决定放弃回东京的机会。本剧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